在5月份的哈佛大学，有一个中国女生的演讲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这个女生还有一个很搞笑的采访，在采访中她说，人类的兴衰是共同的，哈佛之外正在发生很多事情，冲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等。紧张的环境容易导致彼此的误解和对立，大家最好不要因为分歧将对方妖魔化。就在他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的同时，他背后俩老头扭打到了一起，活生生的在镜头前展示什么叫误解和对立。在哈佛的那场演讲中，他说，世界上如果任何一个女人买不起一片卫生巾，我便不配称富足。如果一个女孩因惧怕骚扰而不敢踏入校门，那便是对我尊严的践踏。如果一个小男孩死于一场他从未发动也从未理解的战争，我的一部分也和他一起死去。看看多么有大爱的一个人呀！结果对于近在咫尺的误解和对立，他却一次都没有回头，世界名画了，属于是。中美网民就扒了扒他的身份，结果发现这人是个离岸民主党人。他进哈佛的敲门砖之一，就是在家里人主持的 NGO 里工作，打环保、动保、素食主义、多元化的牌。而回到中国，他又大谈扶贫、教育公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buff 叠的那多看一眼都要爆炸。一个在全球化中两头要好处的既得利益者，在台上大言不惭地讲要支持全球化，就像川岛芳子讲大东亚共荣一样招笑。建议在傅首尔面相之外再单开一个曲婉婷面相。要是早生个20年，蒋小姐还是很有市场。可现在有了互联网，网友稍微做个核定本就揭穿了她的真面目。大伙儿纷纷表示，这种宝贝你们美国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千万别放回中国。他回来100%是个建设国家没人瘾、严格政府第一名的那种意见领袖。搞笑的是，美国网友也不待见他，中美两边的网友都觉得这种人不会忠于本国，两头堵了。本来前阵子特朗普打压哈佛吃相难看，可现在许多人都嫌特朗普对达利特领班模范小黄人出拳太慢太温柔了。其实许多中国人对美国的教育有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解，总会以为美国那些顶尖高校的学生和咱们中国学生一样，也是吃了10年寒窗的苦，过5关斩6将，从千军万马里杀出来的人才。可随着大伙儿见识了各种蒋小姐、董小姐后，才发现原来完全不是这么个事儿。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反直觉的真相是，不是中国学生需要西方名校，而是西方名校需要中国学生。英美针对中国留学生的高等教育是一门非常成熟的产业。根据英国政府自己的数据，英国的高等教育产业的规模这些年一直保持在数百亿美元左右稳步上升，留学生给他们缴纳的学费约等于英国的军费开支。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和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学生每年交了学费、生活费和其他消费，为美国带来了30万个就业岗位和150亿美元的直接收入。如果说几十年前中国人赴美求学是追求先进的知识，回来建设祖国的话，那今天英美的高等教育已经越来越像他们的大选，成了一个让全球富人和投机者大赢特赢，让老实人被劣币淘汰的金钱游戏。许多网龄长一点的中国人也许还记得20多年前有一个著名的哈佛女孩，她的父母写了本书，说自己用独特的教育理念让女儿刘亦婷一路进名校。在大多数学霸还以清北等国内名校为目标的年代，他就把女儿送上了世界第一的哈佛。当时人人信奉美国灯塔，许多父母想当然的觉得美国大学比中国的要高级，既然上中国名校要寒窗苦读，进美国名校肯定得过特种兵的生活了。那代中国父母到处在书中找培养意志力的教程，比如著名的被母亲要求捏冰20分钟。有段时间全中国不少孩子都因为捏冰被冻伤了，这已经不是哈佛不哈佛的问题了，这是日内瓦公约还要不要遵守的问题了。后来这段描述被科学家证明是没科学依据的，但刘亦婷母亲其实还真不算误导人，因为她在书中很老实的写明白了刘亦婷能进入哈佛的真实原因，推荐信。只是那个年代很多中国父母还没明白这套玩法的关键，看的时候忽略了。书里说写推荐信的人叫拉瑞，是个负责中美友好的官员，在四川旅游时偶遇了刘亦婷，对这孩子的成绩大为赞赏，把孩子接到自己在美国的家住了一个暑假，然后写信推荐他上了哈佛。这个拉瑞全名拉瑞西姆斯，当时是美国的司法部部长助理，还是美国国会议员，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会 WBSE 主席，美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任。美国当时推动中美民间交流有2大任务，一个是让美国人进一步了解中国这个潜在对手，为打压中国做准备；二是在中国培养未来的亲美势力。1998年，拉瑞带着美国兰登中学访问团来到中国，和刘亦婷的母校成都外国语学校结成了姊妹学校，邀请了中国学生欧鹏、刘亦婷访美。据欧鹏回忆，一位美国母亲在宴会上向他强调，自己让儿子学中文不是因为对中国有好感，而是想让他以后能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这味儿冲的不能再冲了。
拉瑞还希望中国人能向往美国，信仰美国，能让美国大学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上被人人追捧。而赏赐中国学生一个哈佛的录取名额和全额奖学金，显然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在刘亦婷一家看来，拉瑞这个大官愿意费时费力帮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上名校，无疑是自己家庭的恩人。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案例成功让无数中国人花高价学费去美国留学，掀起了一场长达20年的亲美浪潮，是一个物超所值的招生广告。中国家长们看完刘小姐以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让孩子去捏冰，显然是努力错了方向。像最近这个蒋小姐的父母一样，早早的安排孩子进 NGO 参加活动，镀金刷脸才是正确的玩法。因为申请美国名校的途径里有一条叫做深度课外活动。什么叫深度课外活动呢？2014年，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叫皮帕彼得尔的女生发文，说自己在申请名校时报名参加了一个跨国志愿旅行，要帮助亚非拉贫苦人民。帮助穷苦人总得有点技能吧？一般学生能 OK 吗？旅行社表示没问题，唯一的门槛是得交钱，单次行程价格是5000美元，去一些特殊的地方更贵。彼得尔参加的是一个名叫非洲援建的项目，他和其他白人学生每天工作6个小时，搬砖、准备木材、盖屋顶和刷墙，每天干得大汗淋漓。看着自己盖的房子建起来后，彼得尔也真心觉得自己帮助了非洲人民，非常自豪的在大学申请书里说自己曾援建非洲。但是后来彼得尔才知道，他们盖的房子根本不合格，等他们走后，房子就会被拆掉，下一批学生过来继续重新盖。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不过是一场昂贵的大型过家家，用来给他们这样的学生流水线加 buff。就像蒋小姐的环保 NGO 一样，是不是真的环保了不重要，给他脑袋上加个 buff 很重要。彼得尔还表示，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圣母心，甚至会花钱去艾滋感染重症做义工，实在是太玩命了。有人可能要问，为啥他们要把教育弄得像工业生产线一样呢？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从一开始就理解错了呢？中国和欧美的这些大学名字都叫大学，但并不是一种东西。欧美的常春藤名校从诞生之初就是一门明晃晃的生意，人家从来不藏着掖着。美国有个顶级高中叫菲利普斯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这学校的每届毕业生都能上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名校。这学校录取率最低谷的那年，有2个学生没考上，因为这俩人一个是医学意义上的智障，一个因病休学缺考。这所学校的教育水平的确很高，但他们录取率高到这个程度只有一个原因，当时常春藤名校的入学要考拉丁文和希腊文，这门课普通中学不开，只有菲利普斯这种贵族子弟学校才教。这套传统在英美学校是一以贯之的。中学上英国哈罗公学的丘吉尔就因为实在学不进拉丁语，成了全班极少数进不了牛津剑桥的学渣，最后只能上没外语要求的桑赫斯特军事学院，成了贵族子弟里的异类和笑柄。为什么这些名校宁要有钱人家的傻儿子，也不肯招点穷人家的学霸呢？因为这些学校本来就是王室或者富豪掏钱办的私塾，他们自己花了钱，只对自己家的子弟开放是正常的，让非亲非故的普通人读才不正常。最早的常春藤名校的办学思路就是组建一个贵族子弟俱乐部，学生家长想有个地方管管自家孩子，顺带让他们结交同阶层的朋友，方便以后在商业上互相帮衬。在20世纪早期，哈佛的文科生课表里，主修课程都是西方哲学思想、东亚文明史，因为他们希望自家学生毕业去当大官、当宗教领袖，从这些课学权谋、机变和帝王之术。至于会计这种课是绝对不会开的。你见过老爷自己上手做账的吗？这是达利特领班管家们要学的专业。但随着这些学校越办越大，搞现代科研需要的资金已经远不是几个豪门自己能掏得出来的，需要国家投钱。而且富豪子弟大部分都没啥出息，只在小圈子招生，学校就出不了成果和人才。所以这些名校慢慢就从私塾变成了公私合营的高校，申请制应运而生。这个制度有正门、后门和侧门。后门就是老路子，允许豪门按标准捐款，捐一栋楼、捐一整个学院或者设一个基金会，能换多少个入学名额都是有标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肯尼迪家族，他们家跟哈佛关系极好，小罗伯特·肯尼迪这种红脖子也能在这读书毕业。后来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他们家族建立了庞大的基金会和管理机构，让哈佛大学专门设立了个肯尼迪学院，大家联手将学院打造成全球顶尖学术机构，也给自家子弟争取到了入学名额。这次那个蒋小姐就是这个肯尼迪学院的。所谓的正门就是按学校招生指南提交你的个人资料，由学校评估。资料里最量化的是学业能力倾向测试，也就是 SAT 的成绩单。以哈佛为首的常春藤大学学生的 SAT 中位数成绩相当高，这个 SAT 和咱们的高考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对于想进常春藤名校的学生们来说
SAT 成绩只是其中一部分，申请标准里还有9个非量化的部分。如果你从字面意思去看，你会觉得外国名校就是全面，还鼓励学生练体育、搞社会实践、锻炼写作能力，吊打中国单看成绩的应试教育。可实际上，这里面几乎每一个细分选项都分别衍生出了一门庞大的跨国产业。最受人诟病的是推荐信，只要有社会名流写信向学校推荐你，推荐人的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让你被录取。美国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的丈夫理查德·布鲁姆是加州大学的董事会成员，丈夫在外面收钱收好处，妻子就以参议员的身份批发推荐信，一共送了几十上百人进名校。有人举报他们推荐的都是亲朋好友，可他们理直气壮，正因为跟他们亲近，我才能了解这些孩子，再把他们推荐给大学呀。我不认人为亲，难道还认人为叔吗？最近特朗普拿哈佛开刀之后，外媒有报道说特朗普这么针对哈佛，是因为哈佛拒绝录取他的小儿子巴伦特朗普。这个说法有一点小差错，因为巴伦去年申请大学时，特朗普已经在电视里吊打拜登，当选机会非常高，有的是大佬愿意推荐他儿子。巴伦的母亲梅拉尼亚也否认儿子申请过哈佛，但特朗普的传记作者说，特朗普讨厌哈佛的个人原因，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当初被哈佛拒绝过。因为当时特朗普只是暴发户的儿子，没有搞到靠谱的推荐信，我们川普宝宝不开心了，要公报私仇一下，也是很好理解的。另外就是深度课外活动这一条，目的就是镀金，帮没帮助非洲人民那都是次要的。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那些学生花大价钱去非洲搞豆腐渣工程，是不是一下子就感觉似曾相识了？只要你实行的是9品中正制和举孝廉，那下面的人搞出什么埋儿奉母、卧冰求鲤这种行为艺术，有什么难理解的呢？2017年，美国有个叫扎伊德的高中生在申请书上写了100句黑人的命也是命，想走背景优势这条给自己加分。念口号就算了，口号还不是手写的，是 Word 复制粘贴那种。而且扎伊德其实根本不是黑人，而是南亚裔，换别人打这种擦边球早被拒了。但扎伊德的姑姑在民主党希拉里竞选团队工作，不仅帮侄子开了一大堆从政资历证明，还请出希拉里给侄子背书。在美国这么玩是合规合法的。所以最后扎伊德喜提斯坦福大学录取信，以前公知老拿美国名校所谓的多元化批评我们中国学生上大学太卷了，中国父母太喜欢鸡娃了。但你一复盘就能发现，美国名校入学其实也要卷，只是卷的地方不只是成绩，是从学术水平、家庭背景到整活能力全方位的卷，有很多东西还是凭努力都卷不到的，既不公平也扭曲人性。蒋小姐自我辩解的时候，她说自己没走后门，那的确这套在美国是完全合规的，根本就不叫后门。就像我们只要不把腐败叫腐败，叫政治现金，那就没有腐败一样。网友们质疑的就是这套规则从根子上就不对。在正门和后门之外，美国前几年还搞出了一个侧门。所谓侧门，就是既不完全靠花钱，又不去卷申请标准，而是用擦边甚至不合法合规的方式去钻空子。2019年，以威廉辛格为首的一群美国留学中介集体落网，这伙人就是走侧门的典型案例。辛格有些客户是小富阶层的，走后门钱不够，只能拿出几十万美元。还有一些人拿得起钱，但他们又想给孩子炒作学霸人设，于是也找他。一名企业高管的儿子成绩平平，辛格买通了南加州大学一个体育教练，说这孩子水球技术过人。因为这个运动很冷门，所以比赛成绩可以造假，竞赛现场画面是 P 图的，教练在帮忙背书。这个连游泳都不太会的富二代就进了名校。他们这个团伙里有名网球教练，他的一名学生是奥巴马的女儿。对此，美国媒体很默契的没有追问下去。这些侧门的操作确实不公平，但在西方教育界其实算公开的秘密，因为某种程度而言，这其实算西方教育体系的优势。某些国家高考竞争那么激烈，你钱再多也没办法在考场上多变出1分。西方愿意开这么个口子，这些地方的富家子弟当然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给自己在国外买个上名校的机会。某所英国大学甚至推出了一个中文授课硕士项目，你一个中国人去英国用中文读1年书，回来就可以拿着硕士学位找工作，享受大城市落户机会。这么贴心的服务，当然有人愿意花大价钱买。有的学阀为了自家孩子上名校，把别人的论文偷过来给自家孩子挂名，这种操作都是司空见惯了。辛格这伙人平时非常高调，不仅到处接受媒体采访，还带着公司四处融资，估值高达几十亿美元。有个中国女生想上斯坦福大学，她父母不清楚捐款的门路和价码，就给了辛格650万美元负责运作。结果辛格吞了600万，只用零头贿赂几个工作人员。斯坦福知道以后很愤怒，但不是因为辛格破坏了教育公平，而是因为辛格分给他们的太少了，挣的钱他拿600万，挣分50万，还要挣感谢他们吗？于是斯坦福果断对他重拳出击。当时在美国媒体上很是闹了一阵子风波。到现在，英美名校这套模式已经很成熟了，权贵富豪们负责给钱让学校提升硬件，然后塞自己的子弟进来镀金，
而名校则靠着奖学金和各种优待条件，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吸引优秀的学生学者过来出科研成果，或者像蒋某那样当达里特领班，成为美国的传教士。门面立住了，光环也有了之后，他们再把本科教育当成某种玄学的信仰产品，卖给全世界需要镀金的人，赚取的巨额收益里再拿出一部分，又能继续吸引海外人才来美国，良性循环。别看他们招生时喜欢吹西方教育的优越性，一个个履历拿出来那都是学霸，但到了要人干活的时候，他们很清楚哪些学生才是真正的学霸。在美国常春藤名校里，需要当科研牛马的理工科硕士里，有16%的人是中国学生，绝大部分还都是他们诟病的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在博士领域，这个数字还要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当特朗普几次说要对留学生等外国人的签证下手时，马斯克都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比谁都清楚，红脖子们虽然天天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但真正让美国伟大的不是这些红脖子，反而是这些红脖子们排斥的中国学生。这几天蒋小姐出来回应大伙儿质疑的文章，不知道为啥没2天又给删了，让人搞不明白她到底想干什么。不过就算她说的成绩都是真的也没意义，因为 GPA 是可以刷的，论文是可以代写的。2022年，谷爱凌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成绩单，说自己在斯坦福大学第1学期所有课程满分。结果就有美国留子发现，号称要主修量子物理当科学家的谷爱凌，趁着大一还没分专业，8门课里选了5门兴趣课，比如民主、发展与法治、新生须知，还有如何享受大学生活。至于满分的说法更是有问题，因为美国大学的兴趣课只分 S 及格和 F 不及格，所以满分只是没挂掉这些水课而已。实际上这是美国学生水学分的常规操作，有些知名企业还因此要求学生交出课程表。那不能躲掉的必修课呢？很多医美大学的学生会在网上找代写，这个需求过于庞大，以至于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甚至形成了一门产业。因为这2国曾被医美殖民，不少人英语很好，学生找他们代写，会把全套的课件和网课系统账号都发过来，写手们一边赚钱一边借机自学成才。在当地代写论文、做数据分析和完成毕业设计，都是能公开打广告放出来的。其实真正的美国人比蒋小姐自己更明白他们的教育系统里都是什么人。耶鲁大学有个教授叫威廉·德雷谢维奇，在2015年的时候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优秀的绵羊》。他在这本书里对这种名校精英们有一个专门的描述：高智商笨蛋。他说，从1948年到1984年的总统候选人里，只有2位出身名门，而此后10位总统候选人里，则有6位出身名门。不仅是总统选举，整个社会都是这样。8位大法官中有7位都毕业于哈佛或耶鲁。2011年的内阁成员里，只有1位上过公立大学。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是从美国这样的教育系统中一个又一个批量生产出来的，他们个个都和同类有一样的视野，一样的思考方式，所以哪怕他们出身显赫，却总是会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相同的错误。结果就是美国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以追溯到小学，追溯到子宫。医生会去拿医药公司的好处，即使有更安全、更便宜的药，他们还是会给病人推荐医药公司给了他们好处的新产品。大学教授会一边提高学费，一边压缩预算，同时给自己猛涨工资。政客们会放弃政治生涯，为了赚钱去当利益集团的说客。立法人员会离职，去他们之前监管的公司就职。一句话概括，这些精英们、权力阶层们滥用自己的职权，去伤害那些他们发誓要效忠的人。英国石油前任 CEO 托尼·海沃德在自己的公司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之后，他竟然当众大哭，说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恢复正常。他的公司把整个墨西哥湾都变成了一滩污水，而他真正关心的却只有他自己一个人。2008年，在次贷危机中大肆做空获利的对冲基金总裁约翰·保尔森给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捐了4亿美元，这是哈佛校史上最高的一笔校友捐款。哈佛为此直接把学院命名为约翰·保尔森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与此同时，黑石集团的苏世民向耶鲁大学捐款了 1.5 亿美元，哈佛为此非常后悔，因为这人当初曾经申请了哈佛而没有被录取，所以有人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哈佛应该用大数据的思维更科学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将来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可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学生职业服务办公室对律师、医生、金融和咨询以外的工作根本不感兴趣，你将来想当个教授或者思想家，学校未必以你为荣。大学最希望的就是你能好好赚钱，将来给母校捐款。这就是那些批量生产出来的精英们的思维方式，他们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与大众为敌。他们披着自由民主的外衣，信奉的却是里根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只会告诉他们怎么样在系统之内工作，而从来不去思考是否还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系统。他们的确聪明，有天分，活力四射，但又充满焦虑、贪婪、冷漠，没有勇气，没有远见。这本优秀的绵羊出版的第2年，一个叫特朗普的男人就因为标志性的反精英言论登上总统宝座。按照现在的眼光看，
这位教授10年前在他这本书里的描述还是保守了，这些人哪里是什么高智商笨蛋、优秀的绵羊，他们分明是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欧美高校那套玩法下形成的新贵族阶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唯一的目标就是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后代阶级永远不滑落，世世代代活得像一个奴隶主一样。如列宁所说的，教育路线也是分阶级的。在资本主义旧社会学校里的青年教育，与其说是教育，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的结尾无不感慨地说道，记得以前我们曾经雄心勃勃地要去消除贫困，打赢冷战，登上月球，实现种族平等，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可现在呢？你能告诉我，如今的美国在向着什么目标前进吗？我们有那么多的自由，那么多财富和权利，那么高精尖的技术，可到最后我们要这一切干嘛呢？就像蒋小姐动不动用没有卫生巾的女孩给自己上全球视角，但根本不敢对加沙的儿童表达一点最起码的同情一样；就像蒋小姐用非常国际公民的视角谈论人类命运，但对她身后近在咫尺的争斗头都不回一样。蒋小姐可能真的觉得自己挺优秀的，但这些年看惯了这类人的中国网友们，心里最认同的其实是教员当初要求的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大家很清楚，如果哪一天我们的教育体系教出来的都是蒋小姐、董小姐这样的世界公民，那就是我们教育系统最大的失败。